6月11号，美國對伊朗的態度急轉直下，中東地區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當天上午，美方對外宣稱要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並打算控制住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脈——哈爾科島。哈爾科島呢是伊朗能源經濟的重要支柱，但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局勢就發生了逆轉。美國方面直接停止了所有的打擊行動，給出的理由是相關的協議已經提交給了伊朗最高領導人，並得到了批准。從戰爭爆發到發出和平信號速度之快，連美國的一些盟友也沒有來得及做出反應。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2月28號呢，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這個之後呢，兩國之間衝突不斷，交火頻繁。4月8號呢，在伊斯蘭堡各方達成臨時的這個停火協議，但是局勢並沒有穩定下來。霍爾木茲海峽呢一直被封鎖到現在。作為全球這個1/4海運石油的一個咽喉要道，這裡航運幾乎是停滯不前，也使得布倫特原油的價格保持在每桶的105美元左右。6月9號呢，美軍的這個中央司令部呢連續2天對伊朗進行突襲，就精準打擊了伊朗的軍事監視設施、通信系統和防空陣地。那伊朗方面呢，馬上就進行了反擊向這個約旦、科威特、巴林等多個國家發射了導彈和無人機。約旦呢成功攔截了20枚來襲的導彈，科威特呢擊落了24架無人機，巴林呢一名11歲的女孩受傷，多處的民宅就受到破壞。那麼在美方新一輪的制裁即將實施的時候美方高層呢突然決定停止一切這個戰爭行為稱協議框架和細節已經得到了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10多個國家的認可，並表示本周末或者是下周初會在歐洲完成簽約。那麼對於美國單方面宣布和談的這個情況，伊朗的態度非常的堅決絲毫呢沒有鬆動的意思。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巴蓋伊就表示說，伊朗正在考慮卡塔爾和巴基斯坦斡旋提交的這麼一個方案。本周呢，卡塔爾代表團呢已經在這個德黑蘭進行了多輪的磋商，部分的分歧已經得到了解決，但是還沒有達成一個最終的協議。美方所說的這個協議獲得批准的這麼一個說法呢，是一個主觀的臆測。那隸屬伊朗革命衛隊的塔斯尼姆通訊社的這個措辭就更加尖銳了，稱過去的2個月裡邊，美方已經38次炒作協議即將落地，這個可信度很低。那麼現在這個伊朗的態度非常的明確，沒有德黑蘭正式的聲明之前，美方所有的和平的表態都不可信。美國方面呢，採取先施壓後停火的方式這個並不是呢一時興起，而是多重外交下的一個考量。你看，对內而言，連續2天的空袭呢，是对强硬派的一種軍事的威懾，表明美國有開戰的能力；而緊急叫停戰爭，則是顯示了美國掌握局勢的能力，不用戰爭也可以掌握主動權。那麼對外呢，列出了10多個贊同協議的國家名單，以此呢來鞏固自己在中東和平進程當中的一個主導的地位。对於伊朗美國呢想先制造出這個協議已經達成的既定事實，等伊朗呢否認的時候，就可以把拒絕和平的這個帽子就給扣到這個伊朗的頭上。但是伊朗早就看穿了美國的把戲了，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談判的一個主動權。這是因為2018年呢發生的這麼一個慘痛的教訓。我不知道大家伙還記不記得當年呢這個伊核協議正式簽訂之後，美國呢單方面就撕毀了協議並且對伊朗實施了長期的嚴厲制裁，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損失。所以這一次伊朗不會相信美國的口頭承諾堅持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談判。那既不承認所謂的既定協議，也不完全否定談判的可能性，那就為自己留出了一個足夠的這麼一個回旋的余地，拒絕被動的接受美国人的安排。那除了这个外交博弈之外，全球的经济压力也是美国突然改变政策的这么一个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的数据，此次冲突呢，已经把2026年的全球经济增速这个预期从原来的3.5%下調到了2.5%。
那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繼續被封鎖的話，增速還會進一步下降到1.3%。那我想呢，這是自這個疫情以來呢全球經濟增速的一個最低值了。目前全球第二季度的石油產量同比減少接近7%。那經合組織石油庫存呢也降到了2003年以來的一個最低點。聯合國呢曾多次警告說，中東局部衝突有隨時爆發全面戰爭的這麼一種風險，因此敦促各方就回到談判桌上。持續的戰爭呢，給美國帶来了一個巨大的開支，使得呢美國財政無法承受。那另外呢，以色列的態度呢，也是一個這種新的變量。6月11號，美方呢宣布協議獲得批准的時候，以色列呢高層正在開會討論安全問題，那事先呢沒有得到美方的通知。那麼之後以色列方面呢發出聲明，表示自己不是諒解備忘錄的一個參與方，並且提出了幾個硬性條件。那最后的協議要包括像拆除伊朗的濃縮設施包括這個限制導彈生產切斷地區代理人支持等等內容。那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美國最近的一個表態當中已經沒有了關於導彈研發地區代理人等等問題的討論。雙方訴求呢存在明顯的偏差，因此即使美伊能夠達成協議，那以色列也可能因為協議內容不夠充分而發動單方面軍事行動，給中東局勢帶來一個新的風險。也就是說，這個美伊之間的和談關鍵還得看以色列人同意不同意。如果以色列不同意，內塔尼亞胡不認可不點頭的話，恐怕這一紙所謂的和平協議最終也會淪為一紙廢紙。更何況目前還不是一個有法律效力的協議，而只是一個諒解備忘錄，也不排除特朗普的這個小心思、小九九、小算盤，就是現在我先给你草簽一個並沒有任何這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爭取停火，爭取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全面通航，然後呢，以使得換回這個他的選民對他的信心，使得11月的這個美國的中期選舉能夠順利通過之後，再開始撕毀這個所謂的諒解備忘錄，再重新開始對伊朗開戰，這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即使簽了一個有法律效力的正經的合同協議，那美國不是說撕毀就撕毀了，更何況這是一紙備忘錄呢？不知道伊朗人怎麼想的但是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伊朗不要天真，不要傻，要好好的慎重的考慮才行。当然，我們還是希望停火早日到來，真正的和平早日到來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协飛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